从我万年不变的头像也知道啊，我对 P5 的态度呢，从来都是 P5 天下第一。然而这个从16年诞生之初就获得无数好评，后期也开发了各种新作，参与了无数联动的 IP。Joker 的可动玩具从始至终只有 Figma 在18年发售的这一款，并且不管出什么新作啊，永远只会再版却不更新素体，真可谓是大厂的傲慢啊。而今天终于迎来了勇敢的挑战者，来自海雅玩具的全新力作《女神异闻录5皇家版 Joker》。造4个 Joker！如果说一个主力做怪兽起家的厂子开始转向做可动人物令我惊讶，那他们选择做 Joker 才确实让我惊掉了下巴。毕竟之前海雅出过一些可动的人偶，比如攻壳机动队的草剃素子，只不过不怎么出圈，但结果一下就跨越到了 Joker， 那不就直击我的心坎了吗？那必须带大家来好好的品鉴一番。那开箱能看到啊，内容物还是非常丰富的，塞得不算很满啊，但给了2层吸塑，对于国产来说顺手送个地台那再正常不过了，成本又不高，又能方便玩家，简直双赢。而海雅给的这个应该是个通用地台，还带了2个扩展用的连接件，估计可以和其他产品串在一起展示。 OK， 那么地台先放一边，赶紧来看到主体。先这样简单转圈展示下身形比例，各位觉得如何呢？那这一次海雅拿到的版权是 P5R 的，皇家版的设定 Joker 身形和比例跟普通版有些微的差别，包括我们的脸也是有点差别的，只不过游戏里的建模都是同一套，所以看不太出来啊。那现在就以设定图里的这个身材来比的话，我个人是可以给到一个95分的。穿上怪盗黑礼服的 Joker 就应该是这种精瘦但是又很有力量的感觉。那这里就得拿出之前 Figma 的 Joker 来对比一下了，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，Figma 这边就是纯瘦，整个身板看起来非常的薄，确实有游戏里建模的感觉。可是这样就会显得头很大啊，比例有点奇怪的。要我选的话，我肯定会选海雅。更何况海雅这次的晚礼服有着非常丰富的褶皱细节，切割也做得非常的少啊，一体性看起来就很好。至于质感方面，这里就得拉近人来看看了。首先这次选用的还是这种塑胶衣啊，不过表面做了一定的处理，所以是磨砂的质感的，胶感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强。另外这个下摆的垂感也特别的好啊，这一点好评。而内衬这里用的是青黑色，算是些许魔改吧，但是整体的涂装质感可以看到是非常优秀的。胸口处的白色餐巾细节涂装以及双排扣都没有出街异色，甚至内衬上的细节还有轻微的勾线细节啊，整体的观感是超出我的预期的。不过看到这大家也能发现啊，这次的面雕是多少有一点怪的。我不能说它不帅啊，但明显的是它不像，至少是和2D 的立绘造型有差别。那这一点来说 Figma 确实要好一些，毕竟也是手办大厂，当年的御三家之一，这里毕竟还是有技术和经验的差距。但你要说好很多，那绝对是没有的。海雅这次的脸其实看多了，反而有一股子 3D 建模的味道，尤其是大醉穿甲弹这一段的。韵味其实是在了的，但就是脸型还是五官细节，总之就是哪里有点怪。而且这个愤怒脸的这个嘴啊，是涂了润唇膏吗？只能说海雅还是需要进步的。当然海雅可能自己也知道自己差点意思啊，所以只给了2个表情幅度不大的面雕。但我觉得其实还好啊，这个水平相比动不动就崩的 SHF 来说，诚意还是很足的了。虽然雨宫莲的面雕达不到满分，但别忘了这是 Joker 啊，咱还有面具呢。只不过这次的这个面具选择的是跟头发一起的替换，至于发型的话，两者并无区别。而这次的另一个槽点就是头发的这个缝了，确实是有点难受了。希望未来海雅能慢慢进步吧。另外发型的替换就是简单的插拔即可，这里的阻尼感还是很紧的。而这次的面雕装上面具的效果，我觉得是相当惊艳的。原本面雕眼睛的刻画就很大，面具透过去的时候，整个眼睛的状态都是能看到的，不会像 Figma 那样有大小眼的感觉。甚至因为面具离眼睛有段距离啊，加上眼睛特殊的涂装加持，你可以看到甚至还有跟踪眼的效果，这就很意外了。手型方面一共给了5对手型，一对握拳手，一对放松开掌手，一对凹造型的开掌手，然后就是一对握刀手和扣扳机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的手型给了手套褶皱的细节，所以虽然没有涂装啊，但是看起来也不会显得很肉。而 Joker 的关键武器这把小匕首也是给了非常漂亮的全涂装，可以看到连铆钉细节都涂成了银色，非常的漂亮。小刀都涂得那么漂亮了，那这把玩具枪就更细致了，细节可以看到非常的到位啊，完全不肉，分色的地方也没有出界，这个涂装质量是真的很棒。另外作为 Joker 的第一个伙伴和最好的战友，这次的玩具里也是带着一只摩尔加纳的，那这个涂装的质量大家就自己看吧，不用说了，非常的优秀。当然像这样的小猫咪啊，还原度方面当然不会像 Joker 那么的难做，可以看到啊，做的是相当的还原的，涂装细节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。另外这次 Mona 也是有可动的，和 Figma 的一样，这个大头是个球冠啊，可以360度的旋转，而且这个黄色的围巾是个分件，所以也可以像这样的转动。不过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啊，这个小右手竟然也是有关节的，可以像这样做一段的旋转。Mona 的可动令人意外，那 Joker 的可动又如何呢？咱们一起来看一看。首先脖子是2段的关节，可以看到头部可以这样前后的伸头，但是可以看到脖子衣领这里是一个软胶件，而且包住了颈部，所以干涉是在所难免的，于是就可以看到本来能到90度的低头会慢慢的回弹到45度。
另外，因为后发的造型原因，抬头也肯定会干涉到大衣的衣领，并且这个衣领的胶非常的硬啊，所以抬头的幅度实际上只有一点点，虽然可以继续掰下去，但是还是会渐渐回弹。左右的歪头就没有这么多的干涉问题了，领口敞得很开，于是可以看到啊，左右侧摆都能到45度的大幅度。最后360度的转头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来到手臂，首先360度的大风车没有问题，侧平台则是一个标准的90度。大臂上台为了造型的一体性，没有做平转的切割，不过因为肩部关节是一个斜切轴，所以还是可以像这样做前后70度以上的转动，这个肩部关节其实已经很够用了。而这次的手臂够粗啊，所以曲轴也使用了双段关节，虽然没有办法180度的贴紧，但是150度还是有的。袖口这里也有360度的平转幅度。最后手腕这里通过露出一段关节啊，使得上下摆动的范围能达到45度。腰部这里首先整个内衬是那种超软的软胶，而用这种材质也就意味着隐藏了腰部关节的切割。但不论软胶再怎么软啊，始终干涉幅度还是很大的，所以可以看到啊，前倾虽然给了腰下段和胸部两段，但幅度依然是很不理想的，只有20度左右。这里可以把腰部拆下来看一下，就是一个普通的长球关，并且连接的部位也没有预留弯腰的开槽，所以范围不理想。而这个胸部上段的弯折其实是一个齿轮的关节，设计师的想法估计是为了对抗包胶的回弹，所以设计的也非常紧，但这里只能向内掰一段，这个幅度也确实太小了一点啊。不过可以看到啊，向外是可以掰2段的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我甚至有点怀疑啊，是不是装反了？这个挺胸按理来说不需要太大幅度吧，但总之玩具这里因为做了优化，所以后仰是可以到30度的。反倒是左右的侧摆啊，因为腰部包胶关节内是镂空的，所以像这样的左右侧摆能达到30度以上的空间。最后360度的转腰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接着来看到下身的裤子这里也是软胶件，有点 SHF 尼卡路飞的那个意思。不过不一样的是啊，大腿根部这里是做了一段轻微拉伸的，虽然幅度不大，但是因为有这一段拉伸，前踢可以轻松来到90度，甚至因为裤衩子是软胶，所以这样继续上踢都快踢到腰了也没有问题。后踢则是能大概到60度左右，也已经很够用了。侧踢这里虽然能到90度的幅度，但还是会干涉到裤子的侧边缘，最终导致了10度左右的回弹幅度。大腿根部配置了平转的关节，360度平转无压力。最后屈膝也是双段的关节，但是大腿下段造型有干涉，最终屈膝也只有150度不到，不过也完全够用了。接着脚踝360度平转无压力，向下垫脚的脚踝摆动大概60度，不过向上的幅度稍差，只有30度。另外脚尖向上翻90度无压力，甚至还能向下翻。最后脚踝向内摆动可以达到60度以上的大幅度，这接地性是非常不错的。同时向外的接地也差不多的幅度。OK， 常规的可动看完，这里再来看一个惊艳到我的设计，那就是这个衣服的下摆了。一开始我看到里面贴了一个长条还不太理解啊，直到我掰了一下，突然发现啊，原来这个里面是预埋的铁丝。哎呀，那这个设计真是太赞了！之前这种结构一般都是根部加个球关，于是就习惯性的认为所有设计都该如此。这下真是打开新思路了，直接解决了凹造型和一体性的问题。OK， 那么一整圈看完啊，这次的 Joker 虽然可动算不上优秀，但至少掰 pose 问题不大。不要说最大的遗憾，那也只能是弯腰的幅度了。就其他方面来说，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。毕竟对于一个刚上这个赛道的国产品牌来说，没有选择素体穿布衣，而是选择了和 SHF 飞格玛相似的用塑胶配合关节的切割，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，并且也很考验设计师的功底。那这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，身形和一体性能达到这个水平，我已经是挺意外的了。何况可动也并不差 ，pose 摆出来也是相当不错的，个人已经很满意了。另外，我还发现了一个彩蛋啊。当时掰可动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这个外层的胶衣是可以脱的，这里基本上就是以整件衣服穿上去的，只不过衣服的背面这里啊和背部用胶粘死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民间大神自制的衣服了？理论上其实内衬也可以脱掉啊，说不定还能解锁可动。那这里我就不瞎搞了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这次也感谢海雅这边寄来的评测件，素质已经相当令我满意了，只不过当前还不清楚价格啊。另外，既然拿了 P5R 的授权，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角色登场，我也是非常的期待啊，希望海雅能越做越好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大家下期再见喽。